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学中文播客节目。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它记录了一次谈话，主题就是关于怎么跟中国人交朋友。这个材料本身是来自一个播客节目，里面就分享了好多就是外国朋友在中国交朋友的时候，可能遇到了各种问题啊、感受啊。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里面捋一捋，看看有哪些关键的观点，还有什么实用的小提示。如果你对跨文化交流感兴趣，或者说你正想知道怎么能更轻松地认识中国朋友，那今天这个探讨，应该挺适合你的。对，材料一开始啊，就定了个调，说中国人其实非常友善，也挺乐于助人的。没错。了解这种友善背后的文化逻辑，还有这个沟通习惯，对于建立真诚的关系，其实特别有帮助。这不光是说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更重要的是你好像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交往起来就更自如。说得对。那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开始，怎么破冰。不少人可能会有点担心，就是我主动去跟中国人说话，会不会有点唐突或者被拒绝？但材料给出的信息好像是，情况往往反过来。中国人尤其是看到外国人，看起来好像需要帮助或者对环境不太熟的时候，经常会主动上前的。对，这个观察挺有意思的。材料里举了2个小例子，我觉得还挺形象的。一个是在菜市场。菜市场那个。对。有个外国朋友叫丽丽，她想买西红柿，但不知道中文怎么说。然后那个卖菜阿姨呀，就特热情，不光帮她挑，还一个字一个字教她念西红柿。哈哈，对。最后据说还多送了她2个，然后一来二去，2人还成了朋友，就是那种忘年交。这个细节很有画面感，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地铁站。另一个外国朋友叫马克，他在地铁站里找不到出口了，有点懵。然后一个看起来像学生的年轻人就主动过来问他要不要帮忙。后来还直接把他带到出口那儿，走的时候还互相加了微信。那学生还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啊，随时可以问他。你看这2个例子都说明一个点。对，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友谊的开始啊，可能是对方先伸出了橄榄枝。这背后其实就反映了中国人常说的那个热心肠。对，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比如说明显看到别人有困难了，那个时候主动去帮个忙，好像是被看作一种特别自然的一种善意。所以你看，这对你来说其实是个挺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不一定非得把所有主动破冰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有时候顺其自然，可能机会自己就来了。有道理。那反过来想，如果你想主动一点呢，材料里也给了建议，核心思想就是要选那种生活化、没压力的话题。对，这个很重要。排在第1位的永远是聊吃。没错，这个绝对是通用话题。你可以问问，昨天吃什么好吃的了？或者这附近有没什么推荐的馆子？材料里说啊，中国人对吃的话题那真是热情相当高涨，很容易就能打开话匣子。对，聊吃的肯定错不了。除了吃呢，聊点日常小事儿也特别安全。比如问问你周末一般喜欢去哪儿玩啊？或者最近在看什么电视电影吗？这些话题呢，它不敏感，不涉及隐私，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点。材料里那个叫安娜的朋友，她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她怎么做的？她是在一次饭局上就问旁边一个同事说，桌上这道菜叫鱼香肉丝是怎么做的？结果那个同事啊，一下子就来兴趣了，讲得特别起劲儿，还说下次让他去家里尝尝更地道的。你看，就这么一个关于菜的问题，2个人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对，这里的关键就是你得选对那个切入点，千万别一上来就问人家，工资多少啊，多大年纪啊，这种在中国文化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隐私的问题。
对对对，材料里提到一个词儿叫细水长流，我觉得这个形容挺好的。它就是说，友谊这个东西是慢慢培养的，不用太着急。通过这些轻松的大家都能聊的话题，先建立一个初步的联系，这个方法是比较稳妥，也比较有效的。确实是这样。好，那熟悉起来之后呢，就到了相处阶段了。材料接着就聊了一些细节，说这些细节能体现出中国人的那种友善和关怀，而且往往都是些小事。生活中的小细节。对，比如说你的朋友可能会记住你的一些小习惯，像你喝咖啡不喜欢放太多糖，下次他可能就会主动跟店员说：“哎，这杯少糖。”啊，这个很贴心。是吧？还有那种就是不经意间的关系，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咳嗽了2声，第二天你的朋友可能就给你带来了感冒药或者一杯温水，还会跟你分享一些，哎呀，我们家老人说这时候该注意什么什么之类的。对，这种关系很常见。还有就是，当朋友觉得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就来搭把手。材料里提到，有的同事会利用午休时间陪外国同事练中文，或者外国朋友要去银行办点事儿，因为担心那个流程啊、语言呐有障碍，中国朋友就主动说：“哎，我陪你去吧。”对，这些细节其实都体现了一个挺重要的文化侧面，就是在中国的人际关系里面，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互相体贴一下，很多时候被当作情感维系的一部分，是很自然的事儿，而不是觉得哎呀好麻烦。人情味儿。对，这里面那个人情味儿是很浓的。所以啊，一个关键的洞察就是你要留意到这些小举动，并且做出积极的回应。比如说真诚地说声谢谢，或者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你也力所能及地帮个忙，这样对方能感受到你的重视，这个连接啊就能有效地加深。说得特别好。那除了这些暖心的细节，材料还特别指出了2个在相处中，值得留意或者说理解的习惯。一个是乐于分享啊，对，分享。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跟朋友分享东西，吃的啦、用的啦，比如说带点家乡特产给你尝尝，或者觉得什么东西好用推荐给你，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信息随手就转发给你了。这个很普遍。材料建议说，当你收到这种分享的时候，比如说朋友给了你一些零食、水果什么的，你就真诚的感谢就好了，不用觉得有压力，好像我必须得马上回赠点什么。对，心态放平。当然了，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回赠一点自己国家的小特产呐、小礼物啊，主要是表达个心意，那个心意到了是关键。重在心意。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习惯呢，就是沟通方式上可能倾向于委婉。这个点特别重要，对理解沟通很有帮助。对，比如说朋友问你，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就一般般，甚至不太好看，那直接说不好看，可能会让对方有点尴尬。对，会觉得有点直接，伤面子。是的，所以材料建议呢，用一种更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你可以说，这个颜色挺特别的哈，不过我觉得你穿那个蓝色的好像更显白一点。哈哈，对，绕个弯子。对，就是给个建议，而不是直接否定。理解这个委婉，还有它背后那个面子文化，确实非常关键。这并不是说不真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维护关系和谐，避免让对方难堪的考虑，可以说是一种社交策略吧。认识到这一点呢，就能帮你更准确地去解读对方的信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同时呢，当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也可以尝试用这种稍微委婉一点的方式去表达，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交流起来也更顺畅。没错。好啦，聊完了相处的细节，材料最后一部分呢，还聚焦了2个中国人性格中，好像比较普遍的特点，以及这2个特点在交朋友的时候是怎么体现的。这2个特点就是谦虚和乐观。
谦虚和乐观。先说说这个谦虚，比如你帮了中国朋友一个忙，你感谢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说：“哎呀，没事儿，举手之劳或者小意思，别客气。”对，这是口头禅了，简直。是吧？材料说，这并不是否定自己的付出，或者觉得这个忙不重要，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习惯，一种礼貌。意思是说，咱们是朋友嘛，不用这么客气。对，还有就是被称赞的时候，比如说你夸一个朋友，哎呀，你做饭太好吃了，对方可能会笑着说，还行吧，随便做做的，或者嗨，跟我妈做的比还差远了。哈哈，对，标准回答。他们心里其实是高兴的，但是嘴上呢，习惯性的要自谦一下。这种谦虚啊，确实是文化礼貌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社交姿态。理解这一点挺重要的，这样你就不会误会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或者觉得帮的忙特微不足道。关键是听懂这种表达方式背后那个潜台词，它其实是一种让交往的氛围更轻松、更融洽的方式。对，然后另一个特点呢是乐观。心态好。材料观察到说，不少中国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倾向于用比较积极甚至有点幽默的方式去看待，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抱怨。比如堵车了，可能就会说：“哎呀，正好可以安安静静听会儿歌。”哈哈，苦中作乐。对，工作上要是出了点小差错，可能会说：“没事没事，下次注意改进就好。”这种心态调整能力挺强的。材料里还讲了个丢钱儿的故事，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就是一个朋友钱儿丢了，肯定很着急嘛。他的中国朋友呢，一边帮着他到处找，一边就安慰他说：“哎呀，钱是身外之物，丢了还能再赚，人没事儿就好，人没事儿最重要。”即使最后钱儿也没找着，但是朋友说，这种乐观的态度啊，极大的缓解了他当时的焦虑和那种负面情绪。材料最后总结说，这种乐观会让人觉得日子总会越来越好。这种积极的心态，或者我们现在常说的正能量，确实是挺有感染力的。特别是你想想，当你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适应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挑战，对吧？对，这个时候身边要是有这样心态的朋友，真的会让你感觉更有力量。他们传递的那种“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会有办法的”这种态度，往往能帮你更快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这个观察我觉得很有价值。好了，这么梳理下来啊，感觉这份材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挺清晰的关于和中国人交朋友的途径。核心信息就是中国人通常是挺开放的，也乐于助人。材料的原话是特别愿意交朋友，还有骨子里特别友善。所以呢，发起交往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有时候甚至是被动开始的。对，在相处过程中呢，留意像分享啊、委婉表达啊这些细节，还有去理解像谦虚、乐观这些文化特点，都能让这个友谊的小船开得更稳、更顺畅。但说到底呀，最核心的材料也强调了，还是那两个字：真诚。对，说得很好。这份材料确实为我们理解友谊的开始阶段，还有初期的互动，提供了特别好的视角和很多生动的例子。它描绘了那些常见的、积极的互动模式。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可以留着你继续去思考了。就是当这些跨文化的友谊，它超越了最初认识的阶段，走向更深入、更长期的关系之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特点，比如说乐于助人呢、习惯分享啊、待人谦和、心态乐观呢，这些特点会怎么样发展和演变呢？维持一段长久的跨文化友谊，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互动方式，或者说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继续去观察和思考。好，那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能让你在以后和中国朋友的交往中多一份理解，也多一份从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